岁，来自江苏，学历大专，是一位老师。女主人公小梅也是22岁，来自大连，她的职业是模特，学历是大专。来，有请两位。好，异地恋哈，异地恋3年，3年整。怎么整的异地恋呢？我的同学，在大连上学，然后我有一天我去他们那玩，正好就是小梅她当我们导游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她这人特别细心啊，而且就是我和她聊天的时候，像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，我就把电话还有联系方式我给记了下来。回去之后呢，我们就经常在一起，聊 QQ 啦，发短信，有时候还在一起打电话，有时候聊得会很晚，差不多就是这样认识的。这不是挺好吗？我看资料上面说是3年的异地恋，对不对？这都坚持了，怎么现在就出问题了呢？怎么了？你到北京了是吧？对。现在是模特是吗？对。怎么了呢？因为他不支持我的工作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就是完全不认识他了，他再也不是我当时见的那种单纯善良的小梅了。有他过去的照片吗？我看一看啊，我看过去什么样，现在什么样。大家可以看到他过去穿衣服的风格，可能只会梳一个马尾啊，穿一件 T 恤，一条牛仔裤啊。虽然说很普通，但是我感觉她在我心中是最美的。这个是过去还是现在啊？现在，大家可以看到她的现在穿着风格。这是你拍的？是。她现在工作是一个胸模，做内衣广告。我接受不了我自己的女朋友每天穿成这样，面对着其他男人。内衣是穿给自己老公看的，而不是穿给别的男人看的。每天穿着这么暴露出门，我还为你担心呢。对，这句话。这是我的优势。别人想露还没有呢。我受不了你每天穿成这样出门。受不了就分手嘛。我不可能分手，因为我们的3年的感情，我不可能把他当成儿戏。你又不分手又受不了，那你想怎么着吧？我现在就想让他放弃北京的生活环境，还有一些朋友，跟我回去。回哪儿？回我老家徐州。哎，你怎么会做这个职业？他学的不是说是导游吗？是吧？不是，会计。会计，怎么做了这个职业了？半年前我来到北京嘛，然后我在网上找了一家模特公司去面试，人家说我的自身条件很好，有优势有特色，我也比较喜欢这份工作嘛，然后我就继续下去了。行了，你不要说你喜欢这份工作，有意思吗？天天这样。这很正常好吧？他现在穿的还是比较正常点的，你没见平时穿的更暴露。我现在是他男朋友，我现在自己都 hold 不住。你 hold 不住了？我 hold 不住。就这么点冲突是吧？没别的了吧？你现在爱他吗？以前是非常喜欢他，但是现在不喜欢他了。为什么这样的话？因为我想找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，他对生活上能指导我。难道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哪个是对，哪个是错吗？我感觉你还不够成熟。有成熟的了他肯定有认识成熟的嘛，对吧？才有比较嘛。哎呀，这个事儿你看我都没敢往这儿想，是说在生活里有成熟的了吗？以前是有追过我，但是我一直没有答应，因为我有男朋友，我不可能再答应别人。那对你还是不错的嘛。是啊，他对我确实很好的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你这祝他发展得好吗？不放心到北京来陪着他不行了吗？我就是不允许我自己的女朋友做这份工作的，因为我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每天睡觉我都会担心。你担心什么呀？就像有一次，我就是发现，他在网上空间里上传一些特别暴露的照片，然后下面还会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去评论。有多暴露啊？很暴露。然后下面还会有一些人去评论。评论什么呀？他们是我的同事。评论那句话我实在是不想说出来。我这边看到了，我非常生气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在哪儿？为什么会上传那种照片？那边的环境特别的吵。我问他你在哪儿啊？我在酒吧。他回答了几句，就挂上电话敷衍我。我当时挂上电话，马上买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，就过来了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我感觉他就变了。
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我都愣了，我真傻眼了。这是你吗？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圈子。你现在生活的好吗？现在生活挺好的。啊，你自己做这个职业，你开心吗？我现在我比较喜欢这份工作，这份工作也能给我带来快乐。你觉得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是在真心和你相处吗？他们对你好可能只是一时的，而我对你好是一辈子。他喜欢这个，你就放手让他去做。因为我是一个传统的男孩子，他也非常了解我。如果他我不可能跟他回去。如果他跟我回去，人家不跟你回去怎么办吧？我一定会让他跟我回去的，因为我现在是在帮他。你听明白你男朋友这要求了吗？我不可能离开这份工作。我想找一个男人是支持我的工作的男人。什么样男人支持你的工作呢？是不是有很多钱？是不是要钱？我不是，我从小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我感觉这种生活我过够了。那我们可以回去，咱们用咱们自己的双手，咱们共同努力。我感觉这种很累，你知道吧？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生活很好。听听他们这些见多识广的老师们给你们提意见好不好？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陆琪老师，我挺能理解他，确实我也被人借机炒作过，但我觉得你有一点很不好，你一棍子把这个圈子全打死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我可以理解你哪一个方面，其实你在乎的不是说模特这个事业，模特这个行业，你不在乎这个，你在乎是他生活的改变。对，他进入了一个你不想让他生活的环境里面，他现在完全的变了。对，等于说你在看着一个人远远的离去，你觉得他在溺水，你觉得他已经沉到漩涡里面去了，所以要伸手把他拉回来，但他不觉得沉在漩涡里面啊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你们两个人价值观发生了变化。但我告诉你一点很不幸的消息，一个人价值观的改变是不可逆的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你现在所有能做的事情，要么就放手，你回你的单纯的小圈子去，很简单；你要么就是守着他，让他在这个圈子里面能够保持一定的底线，这是你可以做的。我个人觉得你的这个初恋的基础不牢靠，看上他是因为他单纯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太性感了。他原先是在小城市，现在到了大城市。他以前没有发现自己的优势，现在发现了。以前他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怎么样，现在他喜欢上这样的生活了。这所有东西都在变化，一切都没有定论，所以你们的变化太多太剧烈，以至于你们的爱情就很脆弱了，对不对？通常说呢，爱情是要成长的，两个人在起步的时候是一个样子，但是有时候发展的时候是这样发展的。或者说一个南辕一个北辙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爱情还可能在一起吗？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们在这种观念上了有本质的区别，我不看好这一块。但是呢，我可以理解你们俩应该没有对错之分，你只是不能接受他现在的样子。这个其实很正常嘛。可是赵老师也知道，我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体会。可是我老婆也是模特，但是我用我的手段让她脱离了那个模特圈。我觉得她挺美的，而且呢，我觉得很多在场的人也觉得挺美的。你像一般模特都全瘦，你看这姑娘要哪儿有哪儿，我觉得很美。你认为别的男人看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？你看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？不是所有的男人看她都是像跟你一样的那个心情。你明白吗？他平时穿就那么少，我说在生活中，而不是说在台上。生活当中大冬天他也穿成那么少，不一定。要胖人想穿成这样都穿不成。我跟你说，孙姐，我给你的建议就是陪他去发展，因为你在那个环境和在北京那个环境可能接受的环境不一样，受的感染力也不一样。那么你到这儿来，没准你改变的更多。当然这只是假设，我是希望你从理性方面去想一想，就是他变这样子，你是改变不了的。我跟你讲一个最鲜明的事儿哈，我今天其实我在化妆间见到他的时候，给我吓了一跳。不瞒大家说啊，看到那个服装的时候，我就跟曲伟他们说，我说这个肯定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我就感觉他自己会觉得很美，他很自豪。其实他好像就挺为他那个身材自己骄傲的。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这么说他可能能接受，
你穿的再少，不如你穿的再多一些，更让我们觉得你漂亮。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规律。朦胧的东西反而更美。你说他要穿一个长牛仔裤，穿一双高跟鞋，就穿一个紧身的 T 恤，是不是会比他那个暴露更漂亮？那个难道就没有诱惑力了吗？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担心呢？不要认为他衣服穿的少了，他的心就变脏了，没有的。不信你问涂老师。美丽的外表，空洞的内心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说成熟男人可以教你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当哪天容颜老去了，成熟的男人还会依偎在你身边教你吗？也许到那个时候，只有可能是这个痴心的男子。我无意去说这个做模特有什么不好，每个人都有选择工作的权利，只是我觉得你身上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。包括刚才赵川说的，在化妆间的时候，我也在那儿。展示美和暴露美，那是完全两种问题。总有一天，身体会不再像原来那么青春美好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靠什么吃饭？3年的时间，从徐州到大连，17个小时的车程，来回都是硬座，就这么坐了3年，火车票都有这么一大沓了。还有那个什么寒冷的圣诞节下面，天寒地冻之后的惊喜，这些所有的点点滴滴，3年以来的这些真挚的感情，以前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记。我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它啊，我是觉得你到今天有点变了。这种变不是说形体上的变，而是身心的变化。你似乎和男生显得有那么的决绝，过去的一切都可以抛得一干二净。这是我认为你身上有问题的地方。如果这个问题你不发现的话，即便是你选择了你的职业，在你喜欢待的城市，用你引以为傲的特点，获取了你所拥有的生活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忘情忘义的话，我不相信他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和美好。我想说到男生的是，虽然职业是正当的，但是我如果是你，我也不喜欢。我很自私，这一点我很狭隘，我绝对不会让我的老婆做这种职业，我也不会，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内心都有点小心眼。所以呢，我对你也没什么好劝的，只是劝你不要做得太极端。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他，今天的你也无法满足他的生活，他斩钉截铁的要和你决绝，你也千万不要以此为相要挟，那没有任何意义，只显得你们俩都亵渎了当年那3年的感情，显得你们俩那3年在火车上窜来窜去，那都是吃饱了撑的。3年那真的不容易啊，17个小时的车程啊，星期五晚上的车，9点的车，然后星期六2点，中午到，待1下午，然后在星期天坐车回来，对，就17个小时的车程，就3年，就是不影响我们上课，当时我们约定好了。是，你现在回忆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我不知道他还记得不记得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就即使是今天分手，今天离开，请不要伤害他。你选择你的道路，各自寻求各自的幸福。千万记住，女人引以为傲的不是你的身体，是你善解人意的心。